萧美琴副总统、潘孟安秘书长、国安会吴钊燮秘书长、现场的媒体朋友、线上收看直播的海内外关心台湾的国人同胞，大家好！今天是我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满2周年的日子，非常感谢国人给我为国承担、为民服务的机会。2年前的今天，我在总统府宣誓，向全体国人承诺，我必定遵守宪法，尽忠职务，增进人民福利，保卫国家，不负国民托付。2年来，这份誓言没有一天离开我的心中，这份责任也没有一刻因为挑战艰难而有所逃避。今年对台湾而言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。1996年，30年前，上千万的台湾人民无惧中国的飞弹威胁，勇敢走进投票所，以超过6%的投票率，完成第一次总统直选，让中华民国台湾成为一个全面民主化、主权在民的崭新国家。这30年，台湾人民用一张张选票写下自己的民主史，台湾社会用一次次和平政权移转，证明民主成熟而不可逆。纵使挑战再大，台湾依然坚定、自信、有尊严地走自己的道路，迈向世界，勇敢追求未来。过去2年，台湾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易。世界局势快速变动，威权扩张、战争冲突，产业链面临供应链重组，加上气候变迁、能源转型以及人工智慧浪潮，都在不断考验国家的竞争力与韧性。同时，国内朝野因为国家方向不同，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僵局，致使国家的人事、预算、法案都无法顺利推行。因此，台湾面对的不只是单一挑战，而是国家能否在变局中站稳脚步，在分歧中持续前进的总体考验。但我要向国人报告，台湾没有因此退缩，台湾正在前进。过去2年，我们坚持3件事：第一，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。民主是台湾最重要的名字。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牺牲奉献、勇敢争取来的。30年前，人民选择用民主决定国家的方向。今天，我们更要用民主的力量决定台湾未来的高度。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决定，也不能被恐惧、分裂或短期利益绑架。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。我深知民主社会一定会有不同意见，朝野之间也一定会有竞争，但政党可以竞争，国家不能分裂。立场可以不同，守护台湾不能有所不同。面对外部威胁，我们都应该团结守住共同的底线，坚定站在国家利益这一边。第二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。维持台海和平稳定，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，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。台湾是国际社会上负责任的一员，不是破坏稳定的一方。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，与中国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，但坚定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统战作为。历史告诉我们，和平不能够只靠善意，更不能建立在让步与幻想之上。和平要靠团结厚植国力，靠清楚的国家意志，
也靠与国际民主伙伴的紧密合作，才能够以实力取得真正和平。总统直选30年来，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，我们珍惜和平，但不会放弃自由；我们愿意对话，但不会接受矮化；我们追求稳定，但不会牺牲主权与民主生活方式。这是台湾的底线，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。因此，这2年来，政府持续推动国防改革，强化不对称战力，提升全民防卫韧性，建立更完整的国土安全网络。国防改革不只是武器更新，更包括人力、训练、后勤、制度与社会支持的全面强化。我们增加国防投资，因为警觉威胁更甚以往，不是为了挑衅，而是为了避免战争。我们强化国防自主、防卫力量，不是为了升高冲突，而是为了保护人民。我们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，不是为了对抗任何人，而是为了维护台海与印太和平稳定。针对立法院未能完整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，势必严重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。政府将亡羊补牢，另提特别条例，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，来进行商购、委办、国际合作，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，生产陆、海、空无人载具，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力量。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，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。这不仅仅是我对台湾人民的承诺，也是台湾应该要向国际社会展现的决心。前阵子，我登上首艘国造的海鲲军舰，看到的不只是一艘潜舰，而是无数工程人员、国军弟兄姐妹日夜无休、承受压力所完成的国防自主成果。海鲲军舰承载的是台湾不向压力低头的勇气，也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为下一代打造安全家园的决心。我要向国军弟兄姐妹表达最高敬意，不论是在海上、空中、山区、外岛，还是在一个看不见的岗位，你们守护的不只是边境与领空，更是2300万人民安心生活的日常。国家的安全来自你们的专业、纪律与牺牲奉献。身为3军统帅，我会继续做国军最坚定的后盾，让国军有更好的装备、更好的训练、更好的照顾，也让军人受到社会应有的尊敬。第三，发展经济，打造更有韧性、更有竞争力、更有照顾人民的台湾。繁荣是人民最深切的期待。过去2年，我们面对全球经济变局，积极改善投资环境，落实产业创新与升级转型，并推动立足台湾、布局全球、行销全世界的国家经济战略。半导体、人工智慧、军工、安控、次世代通讯，都已经是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不可取代的关键力量。台湾不只是制造基地，更要成为创新基地。台湾不只是供应链的一环，更要成为民主科技阵营可信赖的核心伙伴。现在这个方向已经陆续看到成果。去年我们全年的经济成长率为8.68%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1.6%，吉尼系数维持稳定，就业情况15年来最好，人均 GDP 更已经超越日韩。台湾今年第1季的经济成长率13.69%，39年来单季最高。推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超过7%，
总值高达32兆元，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体。这个好成绩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成果，也是我们勇敢自信的拥抱世界、拒绝依赖单一市场的结果。多年来，我始终没有忘记在社会各岗位、各角落辛苦工作的身影。我深刻了解，亮眼的产业成绩不能只停留在报表上。国家的经济成长也不是让少数人站得更高，必须让人民有感，让更多人站得更稳。因此，我上任后积极扩大社会投资，持续推动加薪、减税、住宅支持、长照升级、托育减负、教育投资，并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，协助中小微企业、传统产业与服务业导入数位工具、减碳技术与国际市场资源，让转型不是少数产业的特权，而是全民经济的升级。近日，我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的计划，来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，并让科技产业带动传统产业，让国家的发展进一步落实到百工百业，落实到每个家庭的生活，落实到所有年轻世代的机会，也落实到广大的劳工、农渔民、长者以及弱势者的照顾。勇敢追求未来，也代表我们要勇敢面对人口结构、医疗照护与社会安全的新挑战。在健康台湾的路上，政府会持续投资健康，改善医疗环境，强化医疗能力，落实3班护病比，推动智慧医疗与分级照顾，让医疗不只是治病，更是守护每一个人从出生、成长、工作到老年的完整支持系统。健保永续与医疗韧性也是国家韧性的一环，照顾人民健康就是守护国家未来。面对少子女化的挑战，政府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，其中一项对策是决定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，每人每月5000元，希望在婚、孕、养儿育女、友善职场、婚育宅等面向提供协助，以兼顾工作与家庭，让年轻人敢婚、敢生、敢养、敢移，追求幸福。在气候与能源转型上，我们也会务实前进。台湾要稳定供电，也要减碳转型，要支持产业发展，也要承担世代责任。面对经济发展及人工智慧与高效能运算带来的用电需求，政府会以科学证据、法定程序与社会沟通作为基础，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，确保能源安全、产业竞争力与环境永续可以并行不悖。转型不会一夕完成，但方向不能迟疑。改革不会没有压力，但责任一定要扛起。同时，政府会继续推动社会韧性，从防灾、救灾、治安、交通、能源、金融、粮食、医疗到社区互助与民防训练，每一个环节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。现代国家的安全不只是在军营，也在医院、学校、银行、工厂、港口、电网、网络与每一个社区。当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更有准备，台湾就更有力量。我要特别对年轻朋友说，30年前上一代台湾人用勇气打开民主的大门，30年后希望你们用创意、专业和行动，打开台湾下一个世代的未来。作为总统，我会支持你们
继续投资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运动与国际交流，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的创造力量而看见台湾。你们的勇气就是台湾继续前进的动力。在此，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、金玲翻译的《台湾漫游录》荣获国际布克奖。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。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。我也要对所有辛苦工作的国人说，政府知道你们的压力，也知道改革的成果必须更快、更实际地落实到每个家庭。我承诺政府会一步一步把基础打稳，把制度补强，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，打造台湾成为安居乐业的好所在。未来我会以更谦卑的态度倾听人民，以更坚定的意志推动改革，以更稳健的步伐守护国家。我要带领执政团队，继续把国家安全顾好，把经济体制顾好，把人民生活顾好，把台湾在世界上的位置顾好，让台湾无可取代。最后，我要用一段话与全体国人共勉：台湾的力量不在于人口多寡，而在于人民的自由意志；不在于声量高低，而在于价值清楚；不在于国土大小，而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方向。台湾是一个良善的国家，是愿意承担责任、值得世界信任的伙伴。台湾也是在民主航道上引导世界前进的灯塔。让我们团结一致，守护民主，追求和平，创造繁荣。让我们以总统直选30年来的民主自信，勇敢追求未来，用这一代人的努力，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、更自由、更公平、更有希望的台湾。谢谢大家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